它是目前顶级的 X86 迷你主机，拥有2025年最受关注的移动标压 CPU Strix Halo。CPU 性能的 Cinebench 2223测试中，反杀了我们所测试过的 ROG Knox 2025版的 Ultra 9 275HX。它本身具有 8060S 核显，图形性能接近我们以前测试的最强核显 HX370 的3倍。它有 128G 的板载内存， 200G 的带宽，足够我们在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和纹身图大模型。它还拥有我们一直强烈推荐的超级大满贯接口，在接口上可以算做到了无敌完美。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FEVM FA-EX9。FEVM FA-EX9 的外形采用了一体成型的铝合金板材，并使用了悬浮的实用造型。两身的体积比同等长宽尺寸的 M2 Mac Mini 要厚一些，但是它的接口也要多得多啊。对于这款 128G 板载高频内存装置 Max Plus 395 CPU 的小主机，大家觉得是否确实需要配置铝合金的外壳才能彰显它的品质呢？ FEVM FA-EX9 装置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16个任务大核32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44CU 的 AMD Radeon 8060S 核显，板载 128G LPDDR5X 内存，80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x4 的 NVMe 插槽，视频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7， 后置 Uplink 接口。我们拿到的是样机哈，只有一个主机和一个电源，这是一个小巧的氮化镓电源，20伏12安，一共240瓦功率。小主机的悬浮外壳使用了铝合金一体成型的板材，顶部有 AI Mini PC 的字样，双侧做了切削，标示了厂家的 logo。机身接口、铝合金前面板、电源开关键、性能释放切换按钮、SD 卡插槽，能输出 DB 显示信号的 USB 4接口，双 USB 3.2 进2A 口，前置耳麦接口。塑料材质的后面板，20伏电源接口，后置 Uplink 接口，后置音频接口， 2.5G 网络接口， USB 3.2 进2A 口，能输出 DB 显示信号的 USB 4接口， DP 1.4 接口， HDMI 2.1 接口，双 USB 2.0 接口。后部、底部和前侧都有通风口。取下悬浮铝合金底座上的4颗螺丝，把主机从底座推出，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128G 的内存是板载的，两组2280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都用上了，已经安装了一条 NVMe SSD， 另一组 M.2 PCIe 4.0 转接了一个 Uplink 接口，能直接从后面板上连接。这是无线网卡。今天我们先来测试大家最关心的 AI 大模型。 CPU 是 Max Plus 395， 核显是 8060S， 128G 内存被分为两部分，运行内存 64G， 专用显存 64G。 本机既可以在 BIOS 里分配显存，也可以在 AMD 显卡配置软件里，在性能菜单调整选项这里设置独立显卡内存大小，最大 96G。 内存带宽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最高 211GB 每秒，真不错。首先我们来跑常规的 Llama 3.18B 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探测色编程 36.23 token 每秒。放在图表里看一下，和我们测试过的 NVIDIA 独显 RTX 4060M、4070M 是差不多的。接着测试的是最新发布的千问三 14B， 这是一个推理模型，最后结果是 20.25 token 每秒。新发布的千问三 32B， 注意显存占用已经达到了 20G， 一般的读显已经超过显存了，最后结果是 9.31 token 每秒。上面两个千问三 14B 和 32B 是密集模型，
推理的时候所有的参数一起上阵。接下来我们测试的是千问 MOE 专家模型，加载的时候是30B， 但推理只需要3B， 所以这速度是真快啊！显存占用仍然是20G， 最后结果是 52.95 token 每秒。我们测试的是 Q4 量化版，然后我们下载了 Q8 量化版来测试，显存占用 31G， 最后结果是 41.80 token 每秒。继续前进，下载了 BF16 量化版本，显存占用 58G， 只有 8.03 token 每秒。DeepSeek 真牛的 Llama 3 70B 我们也跑了，显存占用 37G， 只有 5.18 token 每秒。千问3 30B A3B MOE 模型又快又好，特别是8比特量化的版本，能跑40 token 每秒，所以我们选择它作为我们局域网内 AI 共享服务的大模型。在设置里把所有按钮都打开，在添加模型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上下文的长度，把 GPU offload 拉到最大，记下右边这个地址。客户端我们新选择了 Cherry Studio， 它是我觉得访问局域网内共享大模型速度最快的。首先要在设置里把 API 地址修改为我们刚刚记录下来的。我们来试一下，每秒59 token， 比我们在本地设备上的访问快了接近 50%。 我们测试一下贪吃蛇编程，53 token 每秒，快了接近 30%。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 Cherry Studio 访问共享局域网大模型，比在本地设备上访问大模型快了 30% 到 50% 之间。哇，真是不错啊！除了让小主机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我们还测试了本地部署纹身图模型，还是使用 AMD 官方推荐的 Amuse， 直接使用目前最强开源模型 SD 3.5 Large。这家伙占用了 33G 显存，它生成的是 1024×1024， 但是我们通过超分可以搞到 2048×2048 的大图，用了大概400多秒，也就是7分多钟能出一张图。想让它更艺术一点，找了一个提示词，结果是看不清，啥也看不清。原来这是朦胧化的毛玻璃效果。我还把用 Amuse 生成的图片丢到了快手可伶上，生成了 960P 的小视频。如果 Amuse 上的视频模型能升级成这样，那就更完美了。
BIOS 里首页可以看到 128G 内存8000兆赫兹，这里可以修改性能释放，有安静54瓦、平衡85瓦、性能120瓦3种选择。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来测试。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W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直接跑在120瓦，整机功耗跑到了190瓦左右。CPU 频率稳定在 3.6 赫兹。我们单烤了1小时16分钟，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90度 ，SSD 最高温度60度。我们用 FEVM F-EX9 迷你主机的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6分31秒，共计391秒，391秒仅仅慢于 Ultra 9 275HX， 排名所有迷你主机第2名。CPU-Z 多线程15506，单线程805.5，多线程是目前迷你主机中的第2名。Geekbench 5多核18760，单核2270，多核成绩排名迷你主机第4名。Geekbench 6多核17680，单核2929，多核成绩排名迷你主机第3名。Cinebench R3多核37279，单核2045，好家伙，反杀了 Ultra 9 275HX， 多核成绩排名所有迷你主机第1名。Cinebench 2024多核1897，单核115，多核成绩为所有迷你主机的第2名。Passmark 多线程61144，单线程4346，多线程成绩为所有迷你主机的第2名。综合上面的比较 ，FEVM FA-EX9 的 AI Max Plus 395多核成绩排在所有迷你主机中数1数2的位置。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3239590， CPU 得分1822859。我们给 Ryzen AI Max Plus 395运行 OpenTable 测试 ，AES 9044572， XX20 2622973， CoreMark 1106405。在 CoreMark 成绩上，它超过了所有其他迷你主机，排名第1，110万分。接着来玩游戏，《地平线5》4K 超高画质，2倍抗锯齿，普通场景80帧左右，复杂场景60多帧。路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K 超高画质，全程没有低于100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80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136帧。最后我们来测试黑神话悟空 1080P 超彩55 FSR 均衡模式，开启增生成，画质自定义，几乎全部都是高。测试结果是平均帧139帧。关闭增生成，测试结果是平均帧84帧。实战一下。
这就是 8060S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甜甜圈单烤 GPU Max Plus 395的核显 8060S 跑出了120瓦左右的功耗释放，加入 CPU-Z 双烤 Max Plus 395的 CPU 和 GPU 都跑出了120瓦的功耗释放。跑了 3D Mark 测试 TimeSpy 11770 Firestreak 31392 Steel Nomad Lite 84.74 FPS 稳定度测试以 97.6% 通过。列表看一下，大致和 NVIDIA RTX 4060M 差不多，稍低于 RTX 4070M。相比其他最高核显迷你主机 HX 370和 285H 差不多3倍。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2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Hz 8位 YCbCr 444显示信号。8060S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 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硬盘测试6800兆频每秒，这是 PCIe 4.0 X4 的很高速度。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频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此时我们另一 USB 4接口连接了高刷显示器，说明我们的双 USB 4接口没有兼容性问题。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跑到了85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无线性能了。Realtek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FEVM FA-EX9， 它装置了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120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没有超过220瓦，待机功耗只有 7.4 瓦，240瓦的氮化镓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2.6 度， SSD 待机温度 37 度。生产力测试 CPU 100% 的时候，机身60分贝左右，放到耳边位置49分贝。我们也设置了均衡模式和静音模式，各跑了 FPU 单烤。均衡模式 CPU 性能释放85瓦，静音模式 CPU 性能释放54瓦。FEVM FA-EX9， 它装置了 AMD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出厂120瓦功耗释放，性能排在所有迷你主机数1数2的位置。它还拥有目前为止最强核显 8060S， 图形性能是其他最强核显迷你主机的3倍，看来已经是大大超前了。核显性能堪比 NVIDIA RTX 4060M， 128G 的大板载内存， 210GB 的带宽，可以运行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和纹身图大模型。以我自己的需求，它已经能很好的满足我了。这台小主机还配置了 OGLINK 转接功能，成就了超级大满贯接口，为厂家的贴心点赞。这台小主机真正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小主机的价格在10000元以上。它的真正竞品是 Apple Studio， 它自己几乎就是一台青春版 X86 Apple Studio。 总结一下， FEVM FA-EX9 装置 Ryzen AI Max Plus 395 CPU， 出厂 CPU 120瓦的性能释放， GPU 120瓦的性能释放，这就是目前最强的 X86 核显迷你主机，没有之一。128G 的超大内存非常出色，支持开源的大语言模型和开源的纹身图模型，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有我们最推荐的超级大满贯接口，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全新的悬浮型设计，精致的做工，性能又接近登顶。对于需要 128G 大内存跑本地部署大语言模型和本地部署纹身图模型的朋友，我对这台迷你主机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这是一台非常强悍的超级 AI 迷你主机，媲美 Apple Studio。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拜。